上周，俄罗斯国防部公开宣明，英国卫士号驱逐舰在23号突然闯入了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的领海范围内，而且还深入其中3海里，这已经侵犯了俄罗斯的领土权益。于是，俄罗斯对英国军舰先是直接开火警告，并且军机也在其周边进行轰炸。俄罗斯也确实不愧是战斗民族，在驱离英国军舰后，再次给了英国一个难忘的教训，在英国航母不到30公里的位置进行军事演习，并且还携带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可谓是吓得英国心惊胆战。如今这件事儿在国际社会上也是非常热闹，但是在这般热闹的时候，这件事儿却忽然反转了。据中时新闻网消息，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爆料了一则新闻，在英国军舰前往俄罗斯领海进行挑衅的前一天，英国的一位民众在肯特郡的一处公交车站捡到一份足足有50页厚度的文件，并且文件上面还标注了机密。在经过调查后，却发现这份文件源自英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的办公室，而其内容则是卫士号进入黑海并接近克里米亚海岸的时候，俄罗斯可能做出的几种反应，英国军舰将如何对应。为此还附有一份详细标注的黑海地图。也就是说，英国驱逐舰擅闯俄罗斯领海一事很可能是故意的，并且是事先就计划好的。英国这么做图什么？就是为了向俄罗斯宣示英国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领土，还是说英国很想尝尝俄罗斯炮火的滋味？目前这件事儿已经造成了俄英关系十分紧张，因此美国在其中都没有讨到好处，美军舰甚至被俄罗斯凶悍的驱赶给吓得灰溜溜的从黑海撤离。当然，不管英国这回囊中究竟酝酿了什么大阴谋，俄罗斯都可以直接武力压制，毕竟一粒将士会也不是白来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俄罗斯，这份文件中还提到了，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英国依然可能会在其中留下一部分势力。阿富汗地缘政治十分独特，不仅和中国新疆安全和稳定，还和“一带一路”在中亚、南亚、西亚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今年有着各种战乱，但是其中依然能够做到很多事情，不然美国也不会在这里驻扎多年。所以一旦英国接手这里，那么必然会以此针对中国出手，而这也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的麻烦。对此，中国必须要警惕了。最近，乌克兰出乎意料地给中国送了份礼物。据新华社报道，近日乌克兰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方十分重视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宣布撤出加拿大的反华共同宣言。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以加拿大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故意抹黑攻击中国，搞反华共同发言，就是为了干涉中国内政，好借此讹诈中国攫取利益。这种行为早被国际社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不少西方媒体以恶意揣测中国，竟说是中国指使乌克兰这么干的，这就很可笑了。乌克兰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乌克兰做的决定也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难道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是有错的？联合国是中国的联合国。不过乌克兰做的这一决定的确是令人意外，因为大家都知道乌克兰也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之一，美国前段时间还访问了乌克兰。虽说乌克兰这次总算没犯糊涂，但也确实有不少人在嘀咕，乌克兰这是要叛变美国了。其实这事儿还得从本月初美国答应乌克兰让其加入北约，结果又迫于俄罗斯方面的巨大压力没有成型开始说起。当初美国给乌克兰说的好好的，一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结果在乌克兰总统发布消息后不久，美国方面就出来啪啪打脸乌克兰。美总统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表示，乌克兰现在还不符合北约的标准，国内腐败问题也没有处理好，加入北约一事还有待商榷。尽管此前美国为了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还额外给其提供了约1.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这些钱于个人来说是很多，于国家实在是杯水车薪，意义不大。特别是面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军事大国，乌克兰心里怎么可能没意见？坑那么多次，这次还坑，再无能也要有怒意了。美国不理了，北约更是指望不上，乌克兰就想着要不要转头向中国示好，给中国送礼物。一是乌克兰确实不想得罪中国，加拿大拿人权给中国添堵，乌克兰跟着又捞不到什么钱，加拿大也没法给乌克兰提供什么援助，费时费力不讨好。二也是为了刺激美国，现在的美国只有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的事情才会反应迅速。不过，不管乌克兰是出于什么原因撤回反华共同宣言，只要结果是中国想要的就可以。乌克兰叛变不叛变的，中国依然还是会坚持自己的主张。
早已功成名就并且经历风雨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或许终于要让位了。联盟党主席拉谢特相继默克尔之后，代表联盟党于今年9月角逐总理宝座。据9月26日德国联盟议院选举已不足100日，执政的联盟党21日公布了竞选纲领，纲领称中国为德国最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挑战。德国认为中国是竞争者，也是制度性对手。联盟党在竞选纲领中称，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全球性的时代变革，亚洲强劲的经济动力和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国际力量的格局。在德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最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挑战如今来自中国，中国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和挑战者。联盟党文件指出，目前来看，中国有按照自己的设想影响并改变国际秩序的意愿，也存在这样的权力诉求。中国已经开始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来开展自己的外交政策。中国透过在科技和基建方面的投资来加强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使这些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产生某种依赖性。而且在以前，中国的此类影响力会偏向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而现在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深入中东、欧洲等发达国家，这无疑令资本主义世界非常惊慌。意见不统一，德国内部对华政策存在严重的分歧。不过，拉谢特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警告，西方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方面应避免陷入冷战思维。他同意默克尔总理的看法，即中国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他要求不要过分排斥中国。拉谢特说，纯粹从政治角度出发与中国划清界限，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当然，人权问题是重要的，但我们绝不能因为社会形象而断绝所有关系。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德国很难下定决心对抗中国。从经济角度来说，虽然德国坐拥欧洲第一强的经济实力，但德国的经济非常依赖技术和产品出口，毕竟德国国内市场无法消耗如此之多的产能。而中国目前依然是德国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德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由于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中国工业界对于德系技术极为推崇，大多数情况下遇到技术问题或者需要采购工业设备，中国厂家都会优先考虑德系产品。不夸张地说，德国上至西门子一类的国际巨头，下至民间的小厂，都极为依赖中国的订单维持。从这个角度来说，务实的政党基本不会选择彻底放弃中国的市场。但从政治和军事角度而言，目前欧美的大风向标无疑就是围堵中国。目前来看，德国不可能派出大批兵力前往亚太，但其海军必须派遣舰只前往南海参与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但这种走流程的方式显然不会给中国海军带来什么压力。在南海，中国所要面对的军事压力主要还是美英法澳等国。一个不想打仗的德国短期内是不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威胁的。英国在1个星期内被中俄2国先后教训，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刚教训了英国，随后就在当天，英国闯入黑海，被俄罗斯轰炸机丢炸弹警告驱离，让全世界紧张一把，担心俄罗斯会不会把英国打了。美国支援英国，引起俄罗斯与美国、英国的大规模冲突。最终，英国除了抵赖说没有被轰炸警告之外，就只能沉默装死。不过，英国的驱逐舰被恶狠狠地警告了，但是他的表现的确优秀，本来可以成为英国的英雄，只是指挥官太贪太傻，最终成了小丑。这事件背景是美国与乌克兰准备在6月28日举行海上威风多国联合军事演习，英国是其中一个参与国，派出了这次被警告的捍卫者号驱逐舰。英国还与乌克兰达成了一系列军事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正是在这艘驱逐舰上面。然而这次海上事件，英国被俄罗斯狠狠地抽了一巴掌，实属丢人。捍卫者号属于45型驱逐舰，是英国最先进的驱逐舰，同型舰共6艘，这艘是5号舰，2009年下水，2013年服役。它满载排水量约8000吨，与中国的052D 驱逐舰相当，但是综合作战能力根本不是一个层次。45型驱逐舰有48枚紫苑系列中远程防空导弹，8枚鱼叉反舰导弹，又有比较强大的中远程防控能力，反导能力存疑。雷达系统是使用单面相阵控雷达，而不是中美的4面阵控雷达，全靠旋转实现全方位探测，效率远不如4面阵控雷达。45型驱逐舰最大的优点是使用全电驱动技术，燃气轮机不驱动螺旋桨，而且作为发电机，再驱动电机带到螺旋桨。虽然服役之初技术可靠性有问题，出现45型驱逐舰6艘船集体趴在港口的尴尬场面，至今动力系统已经满足使用了。这次英国的捍卫者号驱逐舰的亮点就是动力系统，最大航速30节左右。由于使用大力矩电动机驱动它的加速减速响应极快，所以捍卫者号机动性完全碾压俄罗斯海上执法巡逻船。从俄罗斯官方和英国媒体公布的视频来看，捍卫者号一开始与俄罗斯巡逻船并肩航行，后来英舰加速把俄方巡逻船抛在身后。由于巡逻船实在追不上捍卫者号，只能一边呼叫俄罗斯空军支援，一边使用船首的30毫米机炮向捍卫者号警告射击。
俄军苏24战斗轰炸机到场以后，多次低空掠过捍卫者号，表达警告，最终口头警告无效，才丢了4颗250公斤的炸弹在捍卫者号航线前面，这才成功驱离它。如果单纯战术层面分析，捍卫者号一艘舰依靠速度和性能优势跑赢了俄罗斯巡逻船，成功闯入俄罗斯领海。但是后来得意忘形，没有见好就收，看见苏24出场，还没认清形势，转向离开，最终让俄军丢4颗炸弹赶走，这就丢人了。其实，如果英国捍卫者号当时及时离开俄罗斯领海，然后向全世界公布闯入全过程，就可以大大贬损俄罗斯黑海舰队，显示英国的高技术、高水平，耍得俄罗斯无可奈何。在舆论上，俄罗斯巡逻船虽然跑输，无法拦截英国的捍卫者号，但是苏24出场丢了4颗炸弹，成功赶跑捍卫者号，俄罗斯还先于英国把事件报道出来，让英国极为被动。在全世界看来，英国是一个反派搞屎棍，被搞得灰头土脸，而俄罗斯以强硬手段成功捍卫国家主权。